眼前这个男人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嘴巴，他并不是不想活了，而是在模仿一种动物的叫声。男人是查坦族的驯鹿人，他看似其貌不扬，身价却高达上百万，因为他们家驯养了一整个驯鹿群。查坦一族分布在蒙古北部的草原上，他们世代以放牧为生，主要靠卖鹿茸来维持生计。他们会将割下的鹿角卖给来自中国的中间商，他们不要钱，只要面粉和茶。他们也靠喝鹿奶吃鹿肉来维持生活。驯鹿每天早晨都会等着小主人起来撒尿，在这里撒尿可以体会被簇拥的明星级待遇。在人类的尿液中有驯鹿所需要的盐分，正如盐羊舔岩石上的盐分一样，这是驯鹿的本能。孩子为了与鹿均沾，贴心地挪动着脚步。随着男人的一声吆喝，驯鹿群开始了迁徙。由于天气寒冷，食物稀缺，他们必须不停迁徙，才能找到驯鹿爱吃的第一蘑菇和苔藓。很多时候，男人需要给予驯鹿喂食，才能保证每一只驯鹿都有体力跟得上行进的队伍。一顿长途跋涉之后，他们抵达了目的地。男人将驼鹿身上的包袱解下来，重新搭建起帐篷。为了过冬，男人需要切断10几头驯鹿的鹿角，与蒙古人换取茶、面粉和盐。为了祈求大自然的庇佑，每个鹿群中都有一只特殊的驯鹿，被称为圣驯鹿。圣驯鹿不需要做任何脏活累活，它只需要活着，就像大英女王对英国的意义。男人十分珍视这只圣驯鹿，这是因为圣驯鹿是查坦人的信仰，他们认为圣驯鹿会守护家人的灵魂。不过，这头年迈的圣驯鹿已经跟不上迁徙的队伍了。儿子注视着发出悲鸣的圣驯鹿，他知道老驯鹿要坚持不住了。男人闻讯赶来，在他的抚摸下，老驯鹿的灵魂回到山里，将自己的身体、皮肤以及鹿角馈赠给了他们。没有时间悲伤，男人需要远行和蒙古人进行交易。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时，鹿群里没有圣驯鹿的保护，但他别无选择，必须尽快带回过冬的食品。旅行途中，他和孩子白天捕捉野味填饱肚子，夜晚和着狼嚎进入梦乡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蒙古人的住所，开始进行以物换物。以往每次交易完成，他们都会喝上好几天的酒来庆祝交易成功，但这次他必须尽快回家。依照他们民族的传统，梦会帮助男人选出新的神圣驯鹿，可他却没有得到指引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将前任圣驯鹿的鹿角烧掉，向山神祈祷。仪式刚结束，他就看到不远处出现了一头野生驯鹿，他对准驯鹿射击，一枪过后，驯鹿安然无恙。男人相信这就是山神给予他的指引，而这只幸运的驯鹿从此就保证了这一生的荣华富贵。完成这一切，男人便不再畏惧冬天的严寒，有了新的吉祥物，他们将安心地再度踏上迁徙的路途。老人仅用一块轮胎皮，就将一双普通的球鞋变成了限量款。修好的鞋子既时尚又耐穿，小伙直呼还能再穿30年。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老师傅前前后后折腾了1个小时，其毫不吝啬的用料加上精湛的手艺，却只收了1块钱。在过去物质条件不丰富，穿坏的鞋子往往不舍得丢掉，于是补鞋匠这门手艺人就诞生了。很多00后或许见都没见过，他们没有固定的门店，也没有舒适的环境，一个老旧的工具箱，一架用的油光发亮的老式补鞋机，就是他们谋生的行头。工具虽然破旧，但只需几块钱，他们就可以把你价值上千块的鞋子补得结结实实。与其他游街的补鞋匠不同，58岁的李文兴从18岁就在天津的西市大街补鞋。40多年来，李师傅的修鞋费从3毛涨到1块钱，其低廉的价格和精湛的手艺收获了很多老顾客。他熟练的飞针走线，缝补定掌，没一会儿的功夫就将顾客磨损的高跟鞋以及开胶的前掌全部补好，最后却只收了1块钱，还送了盒胶水，价格便宜到第一次来这儿补鞋的王女士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老顾客经常劝李师傅让他再涨价，而李师傅却是这样回答的：熟人太多，总来，我都想不要钱，更提不上涨钱了，挣得够花的。他每天早上5点开始摆摊修鞋，一直到晚上9点才收拾回家。几十年来愣是没挪过地方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他都准时出摊，只要你去，他就在那儿。李师傅曾经修过一双白色运动鞋，修好后却一直没人来取。2年的时间，李师傅一直为他保存着这双鞋。2年后，顾客来取鞋，这才知道他第2天就进了看守所。2014年，李师傅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家中高位截瘫的妻子也需要照顾。熟悉情况的顾客坚持多给修鞋钱，他却坚持不收。他觉得修鞋就是赚修鞋的钱，瞎要价就丢了本分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，街头巷尾的修鞋匠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，悄然流逝的不仅仅是手艺，也是几代人美好的记忆。这是一门即将消失的硬核老手艺。80多岁的老师傅冒着烫伤自己也烫伤顾客的风险，
将一把烧红的火钳不停地在顾客头上翻滚，缕缕白烟夹杂着烧猪毛的味道扑鼻而来。老师傅来回忙活30多分钟，却只收了4块钱。这就是上世纪最流行的烫发手艺——火钳烫发，又叫打火夹。和动不动就让你办卡的理发店不同，虽然看着挺危险，但仅需4块钱的价格，托尼老师傅就能给你烫出各种潮流发型。这种烫头方法不需要任何的化学药水，既对人体无害，头发一旦烫好，还可以维持3个月，风吹不散，秒杀高档洗剪吹。但如今伴随着各种烫发技术的兴起，这门手艺却快要消失。在四川省金门镇，83岁的王维美已经坚守火钳烫发50多年，曾经5分钱一次的烫发，这么多年也才涨到4块钱一次。火钳烫发只需要一把剪子、一把梳子和一把名叫打火夹的铁钳。每当有顾客想要烫发时，王师傅就会将打火夹放进炉子里，烧红，将其取出后，然后把夹子的一头放入水中降温冷却，随后一手拿着火钳，一手拿着梳子，熟练地在客人头发上来回翻动。火钳烫发这门手艺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操作起来不仅需要娴熟的技术，还需要有一定的勇气。火钳的温度极高，和头发接触时的动作要快，如果动作慢了，就会将客人的头发烧断；动作太快，又会导致烫不出合适的发卷。所以这十分考验老师傅对于火候的把握。随着王师傅的动作，客人的头发上不时冒出缕缕白烟，并伴随着一股焦糊味。烫完后洗头吹干定型，便大功告成。洗剪吹烫才收4块钱，既方便又实惠。来找王师傅的顾客大部分都是周边的老头老太太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王师傅精湛的手艺和低廉的价格早已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。现如今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，会做打火夹的老铁匠更是不好找。王师傅现在只剩下3个打火夹，用坏就没有了。王师傅也上了年纪，不知道还能再干几年。这项手艺无人传承，将来注定会消失，真的就是看一眼少一眼。最后，你们敢不敢尝试这种烫发呢？为了一口猪肉，眼前的男人竟然当众下跪。看着如此狂热的时刻，让大厨又好笑又无奈。好吃到令人下跪的美食，来自这口冒着火焰的地炉。都点了，出炉了啊！随着一声呼喊，3头金光闪闪的大猪从火坑里横空出世，重达700多斤的猪肉，表皮金黄油花四溢，让人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。相比于挂钩上的几只孱弱的小鸡，彪悍的大猪着实令人开了眼。对着大猪来上一刀，酥脆的猪肉便轻松地剥离开来，热气腾腾的烧肉滴答着油水，不断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味蕾。这就是名震山东的章丘皇家烤肉。烤猪刚刚出炉，老顾客早已闻着肉香赶来，自觉地在门外排队等待着。面对烤猪肥而不腻的口感，所有顾客都竖起了大拇指，更有甚者想要磕头拜师学艺。黄无中作为皇家烤猪的灵魂人物，他与猪肉已经打了40多年的招呼，猪肉行不行，他用手拍一下就知道。要想制作出正宗的皇家烤肉，必须选用200斤左右的大猪，用细腻的刀工如庖丁解牛一般，将猪大骨一一剔除，只留下皮肉相连的猪皮囊，然后每间隔2厘米就要将猪肉划开一刀。这样做既能让猪肉入味，也能避免猪皮在高温的灼烧下裂开。接下来选用八角、丁香、大小茴香等38种配料为猪肉去腥，均匀地撒上盐，给猪肉做一个全身按摩，帮助盐味渗透进每一寸猪肉。随着最后一捆柴火的进入，地锅里燃起了1米多高的火焰，只有这种熊熊大火才能点燃整猪的美味。待炉内柴火烟气散去，3只小猪就率领鸡群冲入锅中，经过几分钟的焖烤，整猪得以重见天日。正所谓世上没有2只完全一样的烤猪，它们需要根据猪肉表皮的颜色变化来判断烘制所需的时间，让每只猪都得到差别对待，这样才能让烤猪达到最佳火候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热气腾腾的烤猪终于新鲜出炉，一瞬间肉香四溢，覆盖了整座大院。刚出炉的猪肉外焦里嫩，烈火的炙烤让猪肉表皮的油脂更为凝练，最大限度上保留了肉的汁水。一口下去，直击灵魂的味觉刺激，点燃了人们喝酒的欲望。面对这样的硬菜，唯有章丘本地的纯粮食白酒才能与之匹敌。清透的白酒倒入墨色的搪瓷碗，食客们一边大口吃肉，一边大碗喝酒，颇有着武松3碗不过岗的气势。山东人豪放的酒局文化，在这样的环境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你敢相信老人仅靠竹子皮收入过100万，更是带领村民将竹皮送出国门，拿下爱马仕1个亿的订单。71岁的张德明是瓷胎竹编的非遗传承人，一根小小的竹丝在他的编织下价值堪比黄金。瓷胎竹编的制作十分讲究，100斤原竹只抽丝8两，
是四川青神县手艺人的一句俗语，而张德明的瓷胎竹编却只取竹皮第一层的竹篾，百斤圆竹只抽丝4两，是他作为非遗传承人与他人的不同。瓷胎竹编始于清代，是只有皇室才能享用的贡品，曾经被我国当作国礼赠予50多个国家，深受外国人的喜爱。现如今，单单四川省一个青神县，瓷胎竹编一年总产值就高达30个亿。一件好的瓷胎竹编，竹子的品质最为重要的，要选择背阴靠山、柔韧性好、没有划痕的2年生瓷竹，只截取中间竹节最长的2到3节作为原料。采回来的瓷竹要趁着水分没有干掉之前刮清，得到颜色均匀的白竹胎，要一刀刮到尾，中途不能跳刀，否则会在竹皮上留下微小的刀痕，获得的竹丝也会在刀痕处断掉。再依照竹筒圆心分成等宽的竹片，接下来开始最难的工序——起片与分丝。用刮刀将竹篾刮至薄透均匀，再将刮好的篾片按在云刀上抽出细丝。通常1厘米宽的篾片可以分出2到48根丝不等，每根竹丝仅有0.15毫米到0.5毫米的宽度，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。曾经张德明与爱马仕的一次合作中，因为沟通失误，错将0.43毫米的竹丝用成了0.45毫米。这0.02毫米的误差，老外几乎没人看得出来，而张德明却冒着20多万的损失，执意主动追回重做。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，张德明对手艺完美的执着追求。瓷胎竹编除了竹丝，选用景德镇顶级的高白泥手工做白瓷，然后将细软的竹丝紧贴着瓷身编织，让根根竹丝一胎成型，紧贴瓷面，所有接头之处都做到藏而不露，宛如天然生成，浑然一体。中国的奢侈品从来都不是因为品牌，而是匠人们以最高执着对待每一个细节、每一项工作，利用艺术赋予物品生命和灵魂，所以他们生来就很奢侈。这是一个无法低头玩手机的部落，因为每个女人的脖子上都戴着厚重的铜环。眼前这个脖子上戴24个大项圈的女人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村花。女人是生活在泰国北部的长颈族，他们认为女子的脖子越长就越美丽，铜圈越多就代表家庭越富裕，所以长颈族的女孩从5岁开始就要在脖子上套铜圈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铜圈越套越多，脖子越来越长。比如这位60多的老人，他的脖子已经能达到60-70厘米的长度了。戴铜圈是长颈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习俗，除了他们独特的审美之外，还和当地的信仰有关系。女人们如此打扮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长颈龙，这种龙被他们视为天地万物之父。还有一种说法是防止被凶猛的老虎所吼，小编感觉第2种说法比较实用。除了脖子，他们还会在腿上套铜圈。孩子们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没有蛋糕和礼物，而是在生日当天往脖子上再加一个铜圈。眼前这个奶奶是全村戴铜环最多的一个，她从13岁就开始戴铜环，现如今已经戴了70多年了。在长颈族的习俗中，铜环一旦戴上就不能轻易取下，一生只有3次取下铜环的机会，分别为结婚的时候和生孩子的时候，最后就是死亡的时候。而且前2次完事之后还是要重新戴上，除非迎接的是死亡，才能永远的取下来。那么通过戴铜环以外力拉扯的方式，真的能让脖子变长吗？真相是残酷的。虽然看似是脖子被拉长了，但是其实是因为长期佩戴铜环，使得他们胸腔被压迫，导致骨骼肌肉严重变形，才会显得脖子很长。女人们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睡觉还是吃饭，都要一直戴着铜环，就连低头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变得十分困难。最要命的是，长期依靠铜环的支撑力，导致脖子上的肌肉慢慢萎缩。一旦把铜环拆掉，脖子会因支撑不住头部的重量而折断，而且项圈厚重难以清洗。大多数长颈族人会把稻草塞进脖子来回搓洗，还有些讲究的姑娘会用柔软的布擦洗铜环。常年戴着铜环会摩擦脖颈的皮肤，导致红肿发炎，特别是夏季天气炎热之际，铜圈导热，使得女性的颈部皮肤都被烫伤。虽然说欲戴皇冠必承其重，但长颈族的铜圈犹如沉重的枷锁，向全世界展示着残酷的美。随着时代变迁，长颈族人也变得不再喜欢佩戴铜环，但是他们这种奇特的装饰物却吸引了好奇的欧洲游客。每天因为好奇心来到部落的游客络绎不绝，购买当地的衣物和特产，这成了长颈族最大的经济收入来源。如果有机会去泰国长颈族部落，你想试一试他们的项圈吗？要么收下5000万，要么脑袋搬家。电视剧都不敢演的情节，这个男人却习以为常。
唐帅是中国第一手语律师，他9年来为近10万聋哑人维权，而就是因为他正义的行为，却受到了生命的威胁。2016年，他在一名女孩的笔录上看到这样一行字：我偷了一部金色苹果手机。但是当唐帅询问女孩时，女孩一脸的焦急，手指不停地比划着我没偷，我没偷。于是唐帅通过监控翻看了整个审讯过程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负责翻译手语的人根本看不懂女孩的意思，却虚构了女孩盗窃的整个过程。但是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，我国9成聋哑人学习的都是方言手语，而司法机关聘请的手语翻译学的却是普通话手语，他们的差别就像普通话和闽南语那么大，就如鸡同鸭讲，根本理解不通。尽管漏洞百出，但为了不丢掉饭碗，手语翻译员有恃无恐，吃准了聋哑人无法发声的苦楚，他们虚构过程，坐实罪情，更有甚者，趁机敲诈勒索，给钱就能减轻罪责，甚至喊价6000块判3年，12000块判1年。全国有2700万聋哑人，听懂他们手语的律师竟是0。聋哑人有苦也说不出，他们孤立无援，求助无门。因为唐帅的父母就是聋哑人，他深知聋哑人无法发声的痛苦。唐帅在了解事情经过后，他气愤地将实情告诉了警方，并把对方送进了监狱。在此之后，唐帅为了可以和聋哑人正常交流沟通，他花了6年的时间跑遍全国，学习各种方言的手语，全年无休，经手案子无数，1分不赚，还倒贴抵押房产，免费为他们鸣冤。他倾其所有，只为将正义的声音带到每个无声的角落。2017年，他在处理引诱聋哑人入传销的案件时，有人放出风声，要花5000万买唐帅的命。之后无数个夜晚，唐帅不敢睡觉，菜刀放在身侧，但在黎明来临时，他又会爬起来，继续为聋哑人发声。但以一人之力难帮千万人，唐帅免费为聋哑人大学生普及法律知识，让更多人帮助这个弱势群体。谭婷是唐帅的首批学生，经过3年多的学习，谭婷通过了司法考试，成为一名正式律师。聋人自然更懂聋人，谭婷为了帮助更多人，重新开始学习说话。耳朵听不到，周围有很多人觉得我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当个家人。我的经历可以让更多聋人看到，让他们知道聋人也是可以学习法律知识的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聋哑人发声，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，他们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。